欢迎收看2022雷军年度演讲。演讲还有5分钟开始。本次直播将在微博、哔哩哔哩、抖音、快手、微信视频号、优酷、百度 APP、小红书、咪咕视频、虎牙直播、斗鱼、战旗直播、YY 直播、花椒直播、KK 直播、千帆直播、Zacker、第一视频、蜻蜓 FM、网易云音乐 Look 直播、喜马拉雅、应记、看度新闻、大路演、第一财经、腾讯新闻、IT168、泡泡网、手机之家、安卓中文网、蜂巢科技、搜狐科技、快科技、PC Home、什么值得买、华商韬略、下饭科技、连线 Insight、驱动中国、IT 之家、科技讯、一点资讯、热点科技、上海热线、品玩、新消费日报、大和财立方、长江日报、楚天都市报、雷科技、科技视讯、Do News、同花顺、富途证券、老虎证券、华盛证券、红星新闻、封面新闻、腾讯自选股、格隆汇、参考消息、中国证券报、中国网科技、证券时报 E 公司、新浪财经、新浪科技、酷玩实验室、政商参阅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、雪球、智能电视网、京东之家、迪信通、中国移动手机俱乐部、泛智联盟云平台、中国联通 APP、九机、电信星播客、掌上生活 APP、有鱼商城 APP、发现精彩 APP、利弗莫尔证券、得物 APP、淘宝直播、京东直播、苏宁直播、拼多多、唯品会、天猫苏宁旗舰店、小米线上授权店、小米商城、小爱同学、小米之家、小米有品、小米电视、小米视频、小米直播、小米社区、天星金融上同步播出。感谢以上直播平台的大力支持。
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活动。这是我第3次举办年度演讲。这3年来呢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已经很深地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。面对连续不断的巨大的变化，不少人觉得不适应，甚至有点迷茫，还有人特别的焦虑。所以这次年度演讲呢，我就不打算谈小米了，我想聊一点不同的话题。聊的主要内容就是我是怎么度过那些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是怎么穿过那些迷茫和焦虑的时候。今天呢，我想讲3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产品失败、业务崩盘，甚至公司差点关门的那种困境。这个故事呢，要从30年前说起。那是1992年，DOS 时代 ，WPS 呢特别红火。我还记得 WPS 几乎装在了每一台电脑上。金山呢如日中天，裘伯君呢就是我们当时的软件英雄。但是呢，金山还是面对巨大的隐忧，就是那一年微软进入了中国市场， Windows 和 Office 也进入了中国市场。怎么抗衡微软呢？金山必须立刻开始开发一套新的办公软件，才能生存下去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其实我们也没有细想，我们就马上开干。我还记得我们给项目呢取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，叫盘古。我们希望盘古软件呢能在 Windows 平台上开天辟地，能把 WPS 的飞黄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所以当时我们心气还是挺高的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国内一家小公司怎么能跟全球的巨无霸去竞争？所以想一想，这个项目都不容易。我记得我们抽调了几乎所有的程序员，我还记得我们几乎把公司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。就这样，我们干了3年时间，没日没夜。到了1995年4月，WPS 我们的盘古 Office 呢终于完工了。闭关3年，大家就等这一天。我们甚至连庆功宴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但是呢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产品一上市，销量呢惨不忍睹，连预期的1/10都不到。我的心态呢一下子就崩了，我们大家的情绪迅速就从云端跌到了谷底。该怎么办呢？我拼命给大家打鸡血，鼓励大家继续奋斗。到了第2年年初，1996年，情况没有任何好转，盘古的销量没有任何起色。更麻烦的是什么呢？是 WPS 卖不动了，我们的收入锐减，甚至连发工资都有点困难。我觉得公司陷入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。那一年呢，我26岁，
我呢是北京金山的总经理，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，有点束手无策。尤其是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几天，都觉得特别难熬。最惨的一个月，账上只有10几万人民币，连发下个月的工资都非常非常困难。那段时间呢，我经常失眠，经常一宿一宿的睡不着。我还记得有好多个晚上，我独自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对面的楼里的灯光一盏一盏的熄灭，再看到天色一点一点的亮起来。其实这种痛苦啊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很深的明白吧。我的同事们呢，也特别的绝望。然后呢，他们也陆续的离开了金山。我们原来非常热闹的办公室呢，也一点一点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冷清。所以那段日子呢，特别难熬。作为研发负责人啊，我其实还是有一点搞不太懂，就是我们金山这么好的招牌，盘古这么好的软件，怎么就是卖不动呢？我真的反复想都想不通。我决定呢，一竿子捅到底，我要到第一线去，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。所以我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我准备呢去站店卖货。这是30年前的中关村，我呢找了一个最大的软件店去站店。刚开始呢，我还信心十足啊，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做过销售，但是产品是我做的，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吧。所以呢，第一天我去站店，见到每一个客户进店，我都非常热情的迎上去，就像见了亲人一样，特别特别热情。然后有时候呢，滔滔不绝。我记得有好多客户，我拉着人家一聊就是半个小时，就这样一波又一波，一直聊到下班，一天呢站了8个小时，聊的呢真的口干舌燥。我记得一回家，连饭都没吃，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大家想一想啊，我是一个程序员，以前的工作就是每天坐在电脑上写程序，第一次去站店就站了8个小时，有多累，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都知道了。那么这么辛苦的一天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不瞒大家说，那一天我一套都没卖出去。不过我安慰自己说，一定是运气不好，第一次去卖货，卖不出去很正常，我们明天继续加油。第二天依然一套都没卖出去，我就有点懵。第3天依然颗粒无收，尤其是看到别的店员成交了一单又一单，在那一瞬间我都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。也是那一瞬间，我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了，不仅做技术很难，其实做销售也挺难。到第4天，我决定不卖货了。做什么呢？我决定我看看别人是怎么卖的。我就跟那个销售业绩最好的店员在旁边看，哎，他是怎么接待客户的，他是怎么卖产品的。我就这么真的跟着转了一整天。一天转下来，我觉得还是有不少收获的。
我觉得做销售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的。我举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，一有客户进店，我就很热情的迎上去，滔滔不绝的讲半个小时。可是他怎么做的呢？他话不多，先听听用户要什么，顺着用户说，3言2语就把用户搞定了。还有，我觉得自己懂技术啊，特别想把技术给人讲清楚。如果人家是吧有不同意见呢，我还动不动就跟人家抬杠。总之一定要说服你，不买产品都没关系，这道理咱一定得给说明白了，就特别较真。我后来在想，我看他卖的时候不是这么做的，他拿一个软件的包装，拿一张宣传页，几句话就把用户说明白了。实在不行，还有电脑给你演示一下，就搞定了。可能我们做销售的目的不是为了把用户把那个道理讲明白，关键要让用户能够很舒服的接受。还有呢，他跟用户交流就特别轻松自如。大家想一想，我是一个程序员，跟一个陌生人打交道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到了第5天啊，我就一边琢磨一边练，哪一个客户呢，我就开始琢磨，就开始练。过了半天开糊了，终于成交了第1单。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像赢得了整个世界一样，特别激动。在第1单卖出去以后，我就好像一点一点找到了感觉，一点点呢，业绩就好起来了。到了第7天，我居然还成了我们店里的销售冠军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我跟同事讲这个故事，他说：“你不是讲的就是一个促销员7天怎么速成的故事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别胡扯了，我讲的是一个研发负责人在产品失败以后，为了搞清楚原因，亲自到销售一线站了7天店的故事。”我说：“有哪一个研发负责人产品卖不动以后真的这么去做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当年真的这么做了，就是因为我去了，累不累呢？非常累。但是我今天想起来，我都觉得收获巨大。我先举一个小例子，非常非常小的例子。在1996年啊，电脑刚刚开始普及。我在店里站店的时候，每天都有几个用户来问我，有没有电脑入门的软件。我就想不通了，学电脑买本书就学了吗？为什么还要买个软件来教呢？我总是非常耐心不厌其烦地劝阻用户说，真的没有这样的软件，要不你出门左转有个书店，你去买一本书照着学就行了。直到被问了无数次以后，我突然恍然大悟，做一个不就得了吗？说实话，这一类的软件跟盘古比起来没啥技术含量，咱就做一个呗。我就立刻组织团队，马上开发了一个软件，就叫电脑入门，快速推向市场，连广告都没做。各位猜一猜，一推出以后马上就畅销，立刻上了畅销软件排行榜。这个故事真的给了我，这个过程真的给了我巨大的震撼，这让我重新思考并重新理解了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。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做产品，一定要做用户需要的产品，不要做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产品。只要这个产品是用户哭着喊着要的，那个销售就不是问题，特别容易卖。甚至我以前讲，好的产品啊，它会自己长脚的。
有了这样的理解以后，不瞒大家说，再做产品就不难了。后来我们出了一系列的爆品，有金山词霸、金山毒霸，20个吧。所以很快，金山找到了活下去的路。我们回顾在那看盘古的问题，其实盘古的问题很简单，就是脱离群众，闭门造车嘛。其实就这么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真的说起来很简单啊，我们非常多的技术人员、工程师，他们习惯在我的技术有多牛，所以这是给了我巨大的启发。我特别庆幸，如果没有1996年的这次危机的话，我真的作为一个工程师，完全没有机会补上这重要的一课。而且经历这次战电以后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次的经历给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个巨大的宝贵的财富。其实战过电以后啊，当我再去看电的时候，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当时呢，我就特别喜欢逛店，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店里看一看，也去别人店里也看一看。因为在看店的时候呢，就不仅仅是琢磨人家的产品了，我就开始琢磨人家的这个店面装修怎么样，是吧？动线怎么样，货架怎么样，堆头怎么样，海报怎么样，他的销售员的培训话术怎么样，渐渐的有了一点内行看门道的感觉。30年前啊，我觉得我们国内的零售行业还相对比较落后，所以但凡有机会到国外出差，我一定抽时间到别人店里转一转。国外有些店很大，我还记得在有的店里，我在人家店里整整待了一整天，那里面摆的每一个包装盒我都摸过一遍，我努力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脑海里。其实就是这样，我对零售行业呢，说实话有了一定的理解，这个理解后来对我帮助特别大。说到这里啊，我觉得金山呢找到了活下去的路，但我自己呢却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迷茫之中，开始了我人生生涯里面最灰暗的一段时间吧。发生什么了呢？我觉得首先啊，我觉得我们当时对盘古寄予的期望太高。盘古失败以后呢，我一直沉浸在盘古失败的情绪中，情绪特别低落。我觉得第二个的话呢，面对微软的竞争呢，真的看不到一丝赢的希望。如果做一个勉强活着的企业的话，这对我一点吸引力没有。我当时的感受呢，就是我失去了理想，也彻底的失去了斗志。所以呢，4月底我就提交了辞职信。裘国军呢死活不放，后来他说要不这样，你先回家歇半年再说。就这样我就回家歇半年。可能很多人都在痛苦和迷茫之中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遇到这种挑战的时候是怎么排解的，怎么解压的呀？反正我当时的话呢，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啊，就经常和几个朋友去泡吧啊。这是我们终于找了一张30年前的三里屯的酒吧的照片啊。而且在那个时候呢，蹦迪特别风行。我还记得呢，我们几个朋友都是一蹦一晚上都不带歇的，所以呢经常去泡吧。而且呢，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啊，开始喜欢重金属的摇滚。其实以前觉得这些音乐都挺吵的，但是呢，在那种特别抑郁的感觉里面啊，一步一步反而还开始喜欢这类的音乐，觉得沉浸在音乐里，就是暂时忘了所有的烦恼吧。因为我经常去泡吧，
所以那段时间呢，还很认真的开始琢磨了，说哎，咱要不也在三里屯开个自己的酒吧得了。我还做了一段时间的调研，看看应该怎么开个酒吧什么的。但结果的话呢，没多久，我很快遇到了一个更有趣的事情，就是 BBS 论坛。当时我有了足够的时间，整天就泡到 CFIDO 上。那 CFIDO 是什么呢？ CFIDO 在当时啊，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普及，是一群发烧友通过电话拨号路网自建的一个网络，主要是论坛。在那个年代里面啊，你能够上网跟远方的朋友很自由的交流，哇，那个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神奇。总之我一开始玩就着迷了。可能现在大家很难理解啊，我在想，可能有点像现在你去玩元宇宙，哎，一玩你觉得很新鲜很刺激的感觉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找到了新的寄托。因为这个网络呢是拨号上网的，所以上网费特别特别贵啊。假如你在论坛里面贴一堆水帖的话，哎，大家都会骂你的。所以你需要很认真的准备每个帖子，很认真的回复人家的意见。当时呢，我有一个小优势，我是程序员，我会盲打，我打字还超快。哎呦，那时候一天能写100帖。我还记得我写的最长的，从晚上写到第二天天亮，写了快1万字。所以我估计在当时的 CFIDO 上，比我写的更长的人几乎不多的。所以因为我写的又快又长，所以我很快呢就登上了当时 CFIDO 的那个排行榜，叫什么呢？叫标信排行榜，就是谁写的信最多，我就上了标信排行榜，经常排在前3位。哎，这是经常有个朋友跟我 PK 啊，比谁发的更多啊。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个朋友，他每天也是100帖，我们每天在那比赛呢。他呢不会盲打，他只会2个手指打，2个手指打得贼快，号称2指禅，弹指如飞。他号称就这么按坏了好几个键盘。我今天一想起那个情形就觉得挺好笑。我在想，我说你有时间去练一下键盘不挺好的吗？他不，他就2个字不停的按，也打得也特别快。因为我经常发帖，帖子又多，所以很快呢我就成了版主。我估计很多人没做过版主啊，版主有点像今天的群主啊。别看官不大，事情还不少呢。在座估计有不少是群主啊。这个，你要做版主，首先你自己要发帖，你还要拉一帮朋友来玩，你还要负责搞气氛。其实当版主最难的是什么呢？有点像居委会大妈。那时候论坛中啊，大家经常因为意见不一致吵得天翻地覆的，你还需要经常给大家做工作，安抚情绪，让大家别扯皮，所以版主还挺累的。好，我那个时候经常早晨7点一起床就开始忙到这个凌晨后半夜。我就开玩笑说，我这个版主啊，怎么当的好像比上班还忙似的。因为当时我特别沉浸在这个论坛里，就有朋友觉得这不是事儿，他觉得我在逃避，他觉得我不务正业，甚至还有人为我很惋惜，觉得雷军这么好一个人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觉得我在浪费时间，甚至浪费生命。说实话我特别特别感谢这些朋友很关心我，但是我跟他们的观点可能有点不太一样。我觉得人生做事情不要目的性太强，我觉得哪怕你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，看起来其实也是有价值的。所以那半年呢，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目的，非常纯粹的玩，也玩得特别开心啊。
所以呢，在这种非常放松的氛围里面，我的情绪呢也一步一步呢开始恢复啊。好，我当时写的帖子，我在准备这次演讲的时候，我一找网上还找到好多篇，就是我1996年写的各种各样的帖子。就是在论坛上玩了这么久时间啊，很多年以后，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蛮重要的价值的。有什么价值呢？我们做小米社区的时候要做一个发烧友论坛，结果呢，我们起步非常顺利，不到1年时间就成了国内最火的手机发烧友论坛。为什么这么顺利呢？其实就是我当年啊当过版主啊，泡过 BBS 啊，对这些招式都特别熟啊，所以的话呢也很快的帮助我们小米社区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所以谈到这里啊，很多人都觉得看小说、上网、打游戏这些都是玩物丧志啊。但呢我呢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。我觉得呢，只要有一定的自制力，我觉得娱乐呢，有时候反而成为了最好的学习方式。因为这种不带任何目的啊，学东西起来呢特别轻松，特别快。当然，这里我也得提醒一句啊，我觉得玩也要玩出点名堂来，不要瞎玩。有时候瞎玩是纯粹的浪费时间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很多人肯定说我支持玩啊，我是支持大家认认真真玩，不要瞎玩啊。其实在那一段泡论坛的阶段里面，认识了不少朋友，还有2位朋友呢后来名声特别大啊。一位呢就是在一家寻呼机公司做程序员的马化腾，还有一位呢是宁波电信局的一位工程师，他叫丁磊啊。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俩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、那么高的热情，当时啊在那玩 BBS 泡论坛啊。但我相信这一段经历对他们后来创办腾讯、创办网易应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吧。哪天有空我问问他们当时是什么原因去玩的 C 飞斗啊，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。就是在那半年无忧无虑的日子里面呢，我一步一步恢复了状态啊。1996年11月呢，我就正式回归了金山。为什么回去呢？我觉得我内心啊还是放不下明珠软件的光荣与梦想。我们呢还是想跟微软呢打一场持久战。所以回去以后呢，我们一边在办公软件的正面战场上跟微软死磕，一方面呢开辟了敌后游击战，做了大量的软件游戏，赚钱养家，以战养战。就这样，一个差点关门的小公司，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，重新崛起了。到了今天 WPS 的月活跃设备数呢超过了5亿。可能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我们就已经赢了微软啊，但是我觉得能做到今天这个规模，做到全球第2，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。我为 WPS 感到自豪。在准备这个演讲资料的时候呢，同事们在网上看到了2段采访视频，一个是2003年的，一个是2004年的，就是我讲述我们 WPS 如何奋斗的过程的，特别有趣。而且那个时候的我呢显得特别萌啊，看起来好像只有18岁，特别好笑啊。这个我想了，我做了一个剪辑，要不大家一起看一会儿？
好。梦想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科技创业者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年轻的雷军在金山公司充满干劲儿，他立志开发出一套家喻户晓的软件作品。当时呢，没有几个软件企业能够扛得住，我们自己呢也是一个照面就被对方干翻了。记得当时呢，我们花了3年时间，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办公软件。当时我们计划卖2万多套，结果呢卖的不到2000套，输的是一塌糊涂。我就要这样拱手认输吗？他看着自己一直挂在墙上的标语，让我们的软件运行在每一台电脑上。这是他作为一个程序员的理想。金山的战略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是持久战，打 PS 不要想一天就搞定。第二，我们要开拓敌后游击战，我们得做微软不做的，还得以战养战。如果逐鹿中原为时尚早，那就不如在边缘战场打游击，而游击战是可以上升到战略层面的。金山推出金山读霸、金山影霸、金山词霸等系列软件，甚至开始进军游戏领域。剑侠情缘等系列游戏甚至成为行业内领导品牌。这些产品为金山度过早期难关和创建品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1997年，金山在沉寂多年的文字处理软件上开始发力 ，WPS 97横空出世，成为首款运行在 Windows 系统上的国产软件。短短2个月就卖出13000套，位列各大办公软件销售榜榜首。当年被微软压制的金山，终于用市场业绩赢得了和微软对决的资格。就在我埋头重整金山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大洋彼岸，这家公司可能大家都不见得还记得了，叫 Netscape。1994年创办，1995年上市。雅虎1995年创办，1996年上市。第一波互联网浪潮蓬勃发展，当时全世界都在这种互联网的热潮之中。中国的话呢，跟进的也非常的快。97年网易创办，98年年底腾讯创办，也就是在1998年，新浪、搜狐正式更名以后，也重新起航，所以在中国的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也开始了。我是到了1998年10月份，才第一次感受到互联网浪潮呢势不可挡，我们必须要迎头赶上。但是呢，在那个时间点，我觉得呢，我们应该已经晚了半拍。怎么办呢？我当时建议董事会，我说要不呢，当时互联网刚刚开始，公司都比较小，我说我们要不收购一家得了，这样可以快速出击。好，就是后来这20几年里面呢，市场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，说是吧？马化腾创业的时候要把 QQ 卖给我，然后我没买。还有阿里巴巴创业的时候找我投资，我没投，反正显得我就很傻，而且很没眼光。这里我借这个机会正式声明一下啊，他们2个都没有找过我，这全是谣言。我也不知道是谁编的，怎么把我编得这么拙，是吧？而我真正跟人谈过的只有一家，就是网易。当时的话呢，他们创业了1年多时间。当时他们做什么呢？做个人主页的托管站，就是个人网站的托管站。我觉得做的真的是挺好的，而且呢，还帮广州电信局呢做了一套邮件系统。这个我特别喜欢网易，我就找丁磊，我说要不呢，我出1000万人民币把你公司买下来。1000万人民币在那个时间点还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！他们当时公司大概5、6个人，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那个丁磊呢拒绝了。
2个月以后呢，丁磊告诉我，他融了1000万美金，公司估值呢6000多万美元，按当时的汇率的话，他的公司估值呢超过了5亿人民币。哇，当时我真的震撼了，这个互联网真的太疯狂了。所以收购不成以后呢，我决定自己干啊。但是呢，当时呢，说实话，我们的精力都在软件上啊，对互联网的理解呢，还仅仅在使用的阶段上，所以试了1年多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觉得我明白了，我觉得我对互联网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啊，这是我当时对互联网的认知。我说互联网不就是个工具嘛？我觉得未来所有的公司都会用互联网的，我觉得电商呢最有机会。这就是我当时理解的互联网。所以做电商呢，说干就干。当然我们当时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高，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做了大量的准备啊。在2000年5月份，卓越网呢就正式上线了。当时对互联网我是志在必得啊，信心爆棚。当时有很多人希望投资卓越网，我都拒绝了，我力主呢我们自己掏钱干。这个甚至就在这个时间点，互联网泡沫破灭了，全球资本市场一步一步进入了寒冬。就是这样的消息都没有丝毫的动摇我。卓越网的第一笔钱2000万人民币，全部是金山的股东投的。好，谈到做卓越网呢，我觉得电商啊，本质上就是零售，本质上就是零售。我那些年对零售行业的研究和学习，就全部用上，就无外乎就是选品、定价，是吧？店面装修，那个动线，把这些传统的零售的思想呢，我就迅速移植到电商上了。我觉得电商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运营，就是需要把很多细节，每个细节做好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每天早晨一上班，我就把卓越网上的每一个banner、每一个链接全部点一遍。不瞒大家说，几乎我每天点下来都有链接错误。我当时呢就跟同学们分享了我的观点啊，我说，我是一个程序员，我说我在软件工程里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呢？是可能出错的地方一定会出错，所以每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检查。甚至我们拿今天办发布会啊、办演讲来说的话，我说如果你的演示用的电脑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一定会出错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发布会都有2台一模一样的电脑。所以只要你用这种认真的精神去做每一件小事，它是一定可以做好的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当时我要求我们每一天结束以后，一定要当天做总结，当天做复盘，同时看竞争对手，第2天怎么调整，怎么改进。而且呢，为了测试卓越网的服务，当时我每个星期都在卓越网上买大量的东西，所以我那个办公室里书架上到处堆了各种的图书、各种的电影电视剧、各种的音乐 CD， 而且有很多连包装都没拆啊，买的太多了。所以那段时间里面，同事特别喜欢去我办公室开会，开完会以后就顺基本走，最后都是大家帮我看的那些书。所以当时我的书架上的书就特别的多。而且呢，为了琢磨怎么把电商做好，怎么把服务做好，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创新。像我们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多地仓储，就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3地仓储。我们也最早开始了自建物流，因为为了确保服务品质，甚至我们还很夸张地提出了北上广深4小时抵达。
就是4小时所有的东西一定要送到，所以我们用近乎变态的方式来运营了那个电商业务。就这样2、3年时间，从0起步，我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 B2C 电商。可能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都记得，像《大话西游》、像《小王子》、像《东京爱情故事》，这都是卓越网力推的爆品，就是中国电商的第1代爆品，都在卓越网上买。卓越网的业务进展很顺利啊，只有一个困难，没钱。因为做电商平台实在是太烧钱了，实在是太烧钱了。首先的话呢，那个时间点呢是资本的寒冬，其次的话，当时的 VC 都是外资的。像我这样一个本地的创业者，没有留过洋，英文也不好，跟一群老外融资还是挺难的。当时我还精心准备了中英文版的 BP，100多页，很认真的去一家一家的拜访。我记得我把当时能找到的 VC 全找了一遍，我还有一个名单，一共30多家。我觉得我们当时业务做得好得不得了，居然没有一家愿意投资，当时也挺崩溃的。最后呢，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，一个朋友的公司呢投了100万美元，金山的股东呢又追加了100万美金，才勉强完成了第2轮融资。我记得卓越网的创业历程，就是我们不断找钱、不断煎熬的过程吧。到了2004年，我们实在熬不住了，只能把卓越网卖了，卖给了亚马逊，就是后来的亚马逊中国。也是几年前我拜访贝佐斯，他一见面就跟我说对不起，他没有照顾好卓越。所以回想这段历程呢，挺痛苦的。因为我们在卖掉半年之后，互联网新一波热潮开始了，而且 B2C 电商的盛世来了，整个电商行业全面崛起。我是这么总结我们卓越网的，就是创办于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，倒下于电商全面崛起之前。这真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痛啊，刻骨铭心的痛。我卖掉卓越以后，总有好事者问我说你后不后悔？我咬着牙说不后悔，反正打死都不能说后悔。但是呢，我内心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和煎熬。一方面的话呢，创业者啊对自己创办的公司啊就像孩子一样，所以呢在那个阶段里面呢特别特别痛苦。这个我在努力切割我跟卓越网之间的感情，我要求自己尽量不再去卓越网的办公室，尽量不在卓越网上买东西，也尽量不见卓越网的老同事啊，除了陈年以外，基本其他我尽量不见。我觉得第2点的话呢，对一个创业者来说的话，更大的痛苦是我们错失了整个互联网时代吧，错失了整个互联网时代。所以呢，在那段时间呢，特别特别的痛苦，反复在问自己，我们输在什么地方了？反正大家再仔细看一下，好像主要是运气不好，是吧？你说好，很火，融资很容易的时候我们不干，等人家互联网泡沫破灭了咱再干，是吧？接着你耗一耗，只要再耗半年，情况就好了。反正当时我主要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我还跟他们开玩笑，我说以后创业要看风水，1命2运3风水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。但是越想越觉得呢，我觉得首先我们真的对 timing 对时机的选择太不在意了。
其实我们拖拖拉拉，我们为什么要创办于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呢？为什么不能早点呢？所以一上来我们就输在起跑线上了，错过了创业最佳的时间点。接着我们自身能力又不足，没有坚持到，是吧？坚持到黎明来到的时候吧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。我觉得创业真的需要点点运气，真的需要对大事进行精准的判断。还有，不管你有多么聪明，多么勤奋，我觉得永远不要低估风口的重要性。所以为什么我后来讲风口讲的比较多，我是觉得很多又聪明又勤奋的人，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在意机会的重要性。其实机会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。就这样吧，花了大半年的时间，一步一步缓过来了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也在问自己，我说到底什么是互联网？互联网还有没有机会？下一步我们可以做什么？经过反复深入的思考以后，说实话，对互联网的理解真的往前进了一大步啊！这是我05年的理解啊，当时我把它写下来了。我说，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次技术革命，更是一次观念的革命。第二条呢，是未来的互联网将融合到各行各业。这个话今天你看可能没什么，这是2005年总结的。其实这2句话就是后来大家讲的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加。我今天觉得呢，2005年的理解啊，的确还是比较靠谱的啊。有了这种高维度的理解之后，我又重新扫描了产业里面所有新的机会。我觉得这时候我的眼光就完全不同了。就在2005年，市场都在传言3G 网络马上就要开通。就在那个时间点，我隐约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——移动互联网。我经过深入研究以后，我坚信未来10年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，而且移动互联网会比 PC 互联网的规模要更大。我当时在这一点坚信不疑，并且在所有的会议、所有的场合到处鼓吹。我都开玩笑说，我说我肯定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第一批鼓吹手。可是光吹牛没用啊，我决定立刻行动。其实这个行动呢，我主要做了2件事情，这些事情都不复杂。第一个，我要成为最早一批真正的用户；第二条，我要成为这波浪潮最早的参与者。简单吗？这2条其实挺简单的，但是做起来挺难的。因为10多年前呢，当时的手机呢是功能机，屏幕都很小的，网络呢是2G、2.5G， 速度也很慢很慢。其实我都不知道谁在用这么慢的手机在上网啊！尤其是你想，我们用的电脑、用的宽带，每天10几个小时都在互联网上，要改成用手机，特别特别的痛苦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不管有多难用，我要从今天开始，尽量只用手机上网，尽量不用电脑上网。当时我已经用了20多年电脑了，我说不用电脑上网，我下了巨大的决心，特别特别崩溃。好，我让大家看一下啊，当时就是这样的手机，这么小的屏幕，这么小的字，哎呦，然后电脑不能用，只能用手机。所以就是在这种特别痛苦的煎熬里面，我看到了后来移动互联网的很多很多的机会。我做移动互联网的产品，多半都源于当时特别痛苦的这些体验。所以我觉得痛苦不是坏事。我觉得哪里有用户的痛苦，
哪里有用户的痛点，哪里就有我们创业者的机会。所以我就是每天用，每天都特痛苦啊！这个习惯大概坚持了10年左右。我是前年年初才开始重新用电脑。接着的话呢，我说我不仅仅要成为用户，我还要成为这个产业的参与者，要深入到这个浪潮的最前线。当时我就满大街找，说哎，谁在做移动互联网，我愿意投钱。哎，我就用天使投资的方式参与了一大批的初创公司。我记得第一家是2006年1月份我投的，后来陆陆续续投了10多家吧。然后呢，投的最有名的呢就是 UC Web，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都用过啊。投了 UC Web。经过这几年的深入实践啊，我越来越坚信，一个全新的大时代呢，真的来了，就是移动互联网。在2007年，创业了19年的金山软件呢，终于上市了。我呢，也离开了奋斗了16年的金山软件，开始了不一样的生活。在接下来的3年里面呢，我一边做天使投资，一边系统性的反思总结。在这一系列的反思里面呢，为下一段旅程呢做了精心的准备吧。今天呢，我分享了3个我经历低谷的故事啊，就是我在面临这些挫折和失败的时候，和大家一样，我也迷茫，我也曾经动摇，甚至放弃过。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如果没有这些挫折，没有这些失败，没有这些挫折和失败带来的积累，就绝对不会有今天的雷军。没有任何人喜欢挫折和失败，但是不可避免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和失败。而且我相信，此时此刻应该有不少人就在挫折和失败之中，就在迷茫和焦虑之中。那么既然这些痛苦都难以避免，我觉得我们不要逃避，我们要去直面这些痛苦，在痛苦中前行，让痛苦来塑造更好的我们。这就是我今天讲的痛苦的意义和挫折的馈赠。最后呢，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今天的演讲啊，你经历的所有的挫折和失败，甚至那些看似毫无意义、消磨时间的事情，都将成为你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财富。人生很长，让我们保持信念，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今天提到了3个故事：站店、泡论坛和卓越网，对我后来创办小米呢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2010年4月6号，在中关村一个不起眼的小办公室里面，我和10几个伙伴一起喝了碗小米粥，我们就创办了小米。小米网的电商、小米之家的零售和小米社区，都得益于我今天讲的3段经历吧。一转眼，小米已经12年了。我还记得在1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复盘。那次复盘呢，长达半年时间，我们几乎每天都问自己，我们赢在哪，我们输在哪，我们哪里做得好，哪里做得不好，一遍又一遍。有时候那个会议经常开到凌晨4、5点。其实经过那半年的总结以后，我收获特别大。我当时特别激动啊，也在我们很多内部会议上讲过。
所以我就特别想把我们的总结和思考写下来，让所有的小米同学们都能看到。但是没想到这个工作比我想象的复杂很多，前后后呢，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产品，就是小米创业思考这本书。这本书呢，包含了我创办小米前后大量的思考和总结，还有小米的创业历程、小米的方法论和一些实战的案例啊。其实虽然作者写了我的名字，但其实是我们小米同学们共同的作品啊，共同的作品。这是一部内部工具书啊。这个我们决定出版呢，是希望让更多关心小米的、支持小米的朋友也能更加了解小米。如果大家想看故事的话呢，过去2年呢，我们也出了2本呢官方传记，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看一看。就是小米的授权官方传记一往无前，金山的授权官方传记呢生生不息。在10周年的时候呢，我们总结了小米的3大铁律，叫技术为本、性价比为纲，做最酷的产品。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啊，去年呢，小米投了132亿的研发成本，今年呢预计呢170个亿，这个环比复合增长啊，复合增长呢39.7%啊，39.7%。小米一直以高速来增加自己的研发投资，而且今年年初我们还承诺了，在未来的5年里面，研发投资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。正是这种永不止步的创新精神和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，也确保了我们能够不断研发出最酷的产品。稍后几分钟后啊，我将为大家带来大量的重量级的新品。另外呢，还将汇报我们在科技探索上一些新的进展。下面呢，我们有一个3-4分钟的视频，大家呢先看一下。结束之后呢，就是我们今年的小米秋季新品发布会。好，待会儿见。